看看这个配色，能不能猜到今天做什么动物？猜对请举手。先抠出小鼻子，这种动物的套色我都不知道配什么文本，说把眼睛抠出来放回去，感觉有点恐怖，而且没做完之前，有时候画面会很诡异。嘴巴这种很小的部位，要从反面再抠一下，比如像现在这样抠完，透出点粉色，就感觉很痛。这样有点像小熊。现在要做舌头和腮红。小熊猫脸上的花纹需要我自己切，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做，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是刚开始盖的那片，我们需要抠出耳朵的描边，继续刻画脸部的花纹。1小时就做这么一点点小东西，别忘了把眉毛放回去。零件组装，脑袋好了，身体跟之前一样，抠出外边的描线，还有小爪。底有点厚，烫薄一点再抠。终于到尾巴了。小熊猫完成了，边缘抠一抠，把小熊猫摘下来。最后做周围的配饰，小熊猫最爱的苹果。粉色小花旁边加点绿色点缀。光面的章很适合盖透明底。还做了10色版本的。今天一起来做草莓小蛋糕。首先是草莓的心，有一圈白边，最后是外层的大红色，半个草莓就完成了。然后又是一顿切合盖，是做奶油花边装饰。然后是中间的白色奶油条，这个有点难抠，要多点耐心，慢慢来。盖3个小点点和中层的草莓，都给抠下来再装回去，就可以盖第1层蛋糕的底色。上面也是一样的步骤，先盖裱花的奶油，再盖底胚。应该都看懂了，后面的步骤我就加速一下。顶上的草莓太小了，只能简单套一下了。最后戳出顶上的星星，小蛋糕就做好了。盖丝带前要把边上的小花先做一下，两边都是同样的步骤。把扭转堆叠的部分抠一下，再套个深色。勺子边的易蜡要及时擦掉，纸巾用得多，所以看到优惠就多囤点。我对比了好几个平台，平时1包要3块多，现在这么多还不到9块，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就能买。纸张厚实，柔软亲肤，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都是源头好货，比线下便宜多了，而且还有机会参加天天5折活动，赶紧去评论区看看吧。这样飘带看起来会更立体一点。两边花花的步骤跟之前那2朵是一样的，飘花片用镊子划拉几下，过渡更自然。接下来扣掉边上的圈圈，抠好准备盖圈圈上面的蝴蝶结。顺序是内层蝴蝶结，蝴蝶结的花边，最后是蝴蝶结两边的丝带，抠好备用。现在是盖托盘之前的准备工作。这个金边特别难处理，难削又难安装，把所有零件都放回去。盖好托盘，整体就完成了。开始平削，放回章面，再平削精修一下。盖底色，把一边压走，盖一个白色边框，再修边就完成了。今天一共做3个章，先套这个4叶草吧。这个最简单，层次也很分明。抠盖就可以。一共4层，都是差不多的步骤，就是繁琐一点，技术要求不高，只需要多一些耐心。完成叶子以后平削下来。这套章做了阳刻，不是那么好平削，
削下来以后需要再精修一下。第一枚完成了，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向日葵，每朵向日葵都是不同的颜色。目前边缘只要粗加工一下就行，随便扯扯。盖叶子前再精细处理，回收盖四叶草的废蜡。平削也是先粗略削下来，再慢慢抠细节，过程比较漫长，我就不放出来了。好喜欢这一枚呀！玫瑰花就交给渐变蜡棒了。粉色的玫瑰有些做腻了，就用了我最爱的月季品种的花色。有姐妹能猜到是哪个品种吗？戳很快就把花做好了，不过渐变蜡棒很容易戳歪，使用需要多练习。这个花苞有一半在花萼下面，所以最后盖。每个章都好难平削，不能偷懒。好久没这么认真的抠细节了。底色纠结了好久，最后选它的对比色，但是似乎有点略深了。那么这3枚你最喜欢哪一个呢？今天是鼓烽火7章，切割边缘，铲下，再扯掉多余部分，放回盖莲蓬和花蕊。先别呼吸，小心把花蕊吹飞了。全都放回去，再来盖外层花瓣。第一朵莲花完成，简单处理一下，再削下来备用。再戳个莲蓬，然后是2片荷叶，放回去盖花茎。左边的荷花就完成了。船上的小酒杯，这个船一共是3个深浅不同的棕色，但是我这个顺序好像有点不对。应该先盖中间的深色，再盖边上的，这样更好抠一点。失策了。荷花刚刚做过了，我们快进一下。右边的荷花做完以后，就直接放回章面上。接下来我们要做卷轴了，所以跟卷轴相关的零件都要准备好。底下这个轴先放着备用。看着步骤很多，其实主要就是抠掉下一步要盖的部分，再把相邻的部件放回去，这样呢就可以盖卷轴的底色了。再把山体镂空。怎么倒了个面膜出来？不过效果还行，然后再把水的部分抠走。我猜你肯定忘了船底的涟漪，好吧，其实是我自己忘了。安装好后，我们做一个渐变的流水。主体完成了，再盖一些小零件。把小零件都准备好了，才能抠主图盖底色。这一步画蛇添足，被我削得太薄了，有点透。拿着篦子不好操作，可以放回章面，再慢慢平削。小零件填充时间。这个字特别小，又很薄，放得我都有点红温了。最后是超薄小荷花和小荷叶，上半部分遮一遮，先来盖底下的水，沿着直线切开。再来盖蓝蓝的天空，最后再盖个白色边框。修个边，大功告成。是的，你没看错，我就是做了2个。大家好呀，我是新芽，今天我们一起来用一下这个橙子手账的新品，还有兔兔的这个贝壳蜡。这个贝壳蜡它是比较浓稠的，我感觉它就像是萃吉的桂替，不管是味道和质地都跟萃吉非常像，但是它的颜色非常好看，然后价格也比萃吉贵好多。这个周围有花纹，然后里面是平面的话，就中间容易挤出这个亮疤来。大家盖的时候要注意手法，由于我是第一次用，我这个有一点点小瑕疵，应该不跟我没关系吧，毕竟我们要磨合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前面这2个章头呢，它都刻得非常的深，非常的有这种立体感，但是立体感带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容易盖不全，而且盖印下去的时候呢，容易排出很多的气泡，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气泡的问题还好解决，用消泡枪吹几下就好啦。
吹几下是什么？就是撩几下，就是喷几下。图案不全的问题呢，我们就尽量选用一些稠一点的蜡，但是它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全吧，就很难盖全呢。有强迫症的新手呢，建议你谨慎选择，不然你会很有挫败感。这4张头整体用下来就感觉是物美价廉的那种，希望以后这样的商家可以多来一点。怎么样看这个蜡稠不稠呢？就是你看它融化以后的状态，如果比较稠的蜡它融化以后就是这种界限分明的，比较稀的蜡呢它就会比较融合。接下来这张头是一个不纹底的，盖下去完全没有压力，它就不容易有水波纹跟亮疤，非常的棒，非常的推荐。顺便买了2个小铜柱，这小铜柱还是蛮可爱的哦。这个小铜柱也有一点刻不全这个图案当然这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技术的原因我给大家分享的话，主要就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那个张头好不好看呢，你就自己去判断吧，因为每个人审美它都不一样。不过这个小音符我当时买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种草，但是我拿回家一盖，天哪，这也太得劲儿了吧！就是它一个磨砂底，然后图案又很容易盖得特别的全，就是让人身心愉悦。我有过一些不好的体验，就是那个张头的图案我非常喜欢，然后买回来以后怎么盖都盖不好，我真是难受的不得了。你看这个小音符就没盖全，我一下就又不是那么开心了。视频到最后了，有没有小朋友发现我新做的美甲上面的小钻特别好看？我这次特意把手指伸出来就是为了展示一下，有没有小朋友发现呢？发现就夸夸我吧，谢谢，再见。是什么样的章居然需要这么多蜡来做？看着就复杂，所以拖了大半年才鼓起勇气。也不是怕繁琐，主要是配色让我很纠结。小猫部分完成，接下来是管风琴。底下这部分才好剪下备用。顶上这个也不知道叫啥，能有学音乐的朋友给我科普一下吗？这部分用细一点的蜡棒戳比较好操作，抠一节，戳一节，完成。连接整体的柱子颜色用的是珠光白。我猜今天又有很多朋友直呼看不懂，其实我做的时候也稀里糊涂的，全凭经验，下意识进行操作，大家看个解压就行。我感觉一般人也不会套这种难度的，能用蜡棒戳就用蜡棒，不然会越来越厚的。用纯白色盖羽毛和小翅膀，蜡棒戳完，把边上圈圈扯掉，就平整了。管风琴部分完成。接下来要做连接上下部分的窗帘。咪咪的飘带也太细了，好怕它被我吹走。最近换了新手机，拍摄清晰多了，大家买了新的，旧的都怎么处理？我那台小米14找转转上门回收了28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就连运动相机这种摄影器材，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用平章烫走多余的蜡，变薄了，更方便操作。裁掉花和藤蔓叶子等小东西，用渐变蜡棒戳花花。重叠的部分把主体放回章子再盖，轻轻摘下，用平刀铲一铲。花花戳好后放着备用，还要戳周围的花瓣和音符。花花安装完成，这样好像也蛮好看的，但是很多地方没仔细抠，所以还得继续。经过了一番艰苦战斗以后，终于完成了，还挺正好的。今天不用修边了，嘿嘿，一起来欣赏我的9个小时吧。张头，蜡棒对准戳，切割边缘，铲下，剥离多余部分放回，继续戳，戳个花蕊，艰难取出，安装，戳，完美。处理一下边缘，为下一步做准备。依次放回，贴纸防溢，盖牡丹下面的叶子部分。贴了贴纸分区后很好撕，花和它的叶子完成。小零件制作环节，因为下一步要做外围的绿叶，所以和绿叶接壤的部分要先做出来。零件1号、2号、3号、3.5、
4、5、6、7号。除了5号，其余零件依次放回。外围绿叶与花朵部分完成，准备一下要盖鱼缸了。这鱼勉强能套色，水草是凹的，根本抠不出来，所以只做了鱼的部分，见谅哈。这种小区域直接用硅胶棒粘蜡盖，凝固快，边缘易蜡还能撕掉。5号终于上场，贴纸在这里起到一个固定加心理作用，花篮加花枝完成，扣个洞盖松针，再盖红果果和红绳。茶漏补缺一下，主体总算完成了。再用蜡棒戳一些飘零的花瓣备用，盖个边框并安装。四周的细节部分平削，散落的零件要先放回去，中间不好削按回去用平张烫，四周封印好。拖走的速度要快，不然就会解除封印。平削掉多余部分，补上花瓣，终于完成盖底色了。先让不喜欢修边的人看一会，根本忍不住。接下来请欣赏。大家好，我是新芽，又来套色了。看这个章就能猜到，这个视频不简单。我第一次这么崩溃，包括但不限于做着做着补光灯坏了，美甲也劈叉了。这玩意是不是有什么说法？现在手里的是硅胶棒，可以直接在上面刻。视频有点长，大家可以开倍速看。刻完直接揪下来，活泼一片完美。剩下的还能回收再利用。接下来是眼睛环节，先做眉毛，然后把眼珠抠走，一层层往下套。一直都是章盖蜡，所谓风水轮流转。今天也是轮到蜡来盖章了，一顿操作眼睛就完成了。接下来盖点小零件，总之就是戳来戳去，哪里需要戳哪里。它的毛和配饰层层叠叠，在套色的时候要搞清楚先后顺序。准备盖脸上的鳞片部分，因为旁边的毛已经刻好了，所以用胶带盖住，这样等会就不用再刻一遍。这工作量，别说是你们看不懂，我自己都有点迷糊。脸部暂时算是完成了。这个盔甲忍不住偷懒，涂了火漆膏，手爪子和脸部鳞片应该是一个，真有不祥的预感。果然没盖全，呵呵。没事可以修。没想到我也有今天。没事，还有救，凑合一下也能看。满满登登一大勺，盖毛发的最后一层，感觉有哪里怪怪的。盖脚上的装饰，然后是脚的本体。是上期的剩蜡，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混色。补一下头顶的毛发，做个深浅渐变，更有层次感。盖衣服领子，是的，他居然穿了衣服。准备盖中间那个球球。有多少人坚持看到这里了？终于快做好了，疯狂戳，这真的是我套过最繁琐的一个章了。套完感觉套闪生涯都升华了，1周都没碰火漆。最后戳2下，累得我手抖。还没完工，还有背景，求了，别翻车啊！哇，削掉底色后像个令牌。虽然觉得刚刚就挺好看了，以表尊重，还是再盖的边，剪掉多余一出，再聊一聊。火漆膏描一下龙须完工。今天我们一起来种花，先来4个小笔嘎，再来个4连小笔嘎，还有3个花盆。先做番红花，小号花戳一下就行，大号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先中间后左右分别戳，就能得到更自然的渐变效果。很少有带着根的植物章，自制的渐变蜡条。稍作处理后，一株番红花就完成了。小号更好削，小小的超可爱。接下来是葡萄风信子，从上到下由深到浅，一层层切分后盖印。为了更好的渐变效果，有点繁琐，我也认了。大号花要再加一点步骤，就是小花末端的白边，其他部分就是一样的，先切再戳，最后平削就完事了。葡萄风信子完成，接下来做雪滴花，它的内层花瓣有倒过来的绿色小爱心，超可爱的。盖好这个花瓣以后，接下来的步骤就非常简单了，
还好这个章都是平面的，很好平削，能省很多功夫。不过这套章都是雾面的，平削会有点痕迹。虽然我的理念是东西买来就是要用的，但还是有点心疼。主要这一套可是花了我461米的巨款，不过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听说抖音商城充值话费有优惠，正好月初该交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话费充值券，操作简单，到账快，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者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快点评论区看看吧。4组花花完成，小号的花花我们给盖个框框放里头，再抠一些星星点点，安装小花花，几点高透蜡做底色，修剪一下边缘就完成了。剩下的花花我们种在花盆里，中间掏走一些蜡，再把2片粘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中空的立体小花盆。把花花种下去，再加入一些青苔装饰边缘，一盆小花就完成了。红桃盆配清新的雪滴花，浅色的素烧盆配番红花，是春天的感觉呀！你最喜欢哪一盆呢？